哎呀，我操！哎，这应该是我第3期成都的视频了，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对成都的感情了吧？这很奇怪，我在别的地方只有过客的感觉，而在成都就有一种没来由的归属感。10年前来这里出过差，深夜一个人走在2环高架桥的下面的时候，那种惬意和自在，我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所以我的生命大概总是要和这里连接在一起的吧。不过这次可能会和之前略显得不一样，因为我思考了很久，我人生的后半程应该在哪里生活。在去过这么多地方后，甚至和国外的一些地方进行比较，能和成都掰手腕的，在我眼里真的不多。至少成都是我现在的首选。可能有人要问，我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些普遍意义上的宜居城市呢？各位，我才40多岁，还没有老，还有好多事想去做。我也喜欢找个湖边住几天，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但那绝对不代表我会一直在那儿待着。反正这种事儿应该不属于我。当然，你们也看到我拍了这么多的中国城市，其实舒不舒服，很大程度上在于你喜不喜欢，和你的气质是否匹配。所以关于成都，这就是我个人的喜好，绝不构成各位的移民建议。不过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成都，或者你也在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城市，完全可以看看我的视频，也许你也会爱上这里。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归属感，每次回成都都会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即便是什么也不做，就是在路上走走，或者就是在咖啡馆里坐一下，也不会觉得有乏味无聊之感。可能我天生就和成都人一样，大概就属于不愿忙碌的那种人。但拿我和成都人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次回来，我几乎每天都会被朋友亲戚拉去吃饭聊天，这种忙着生活的生活，大概只有成都才有。这不，被他们拉到了成都新津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村子里，离成都可能也就40分钟的车程。他们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只花了2、3千块钱一年，租了一个农家院，3层楼还带一个院子、露台、厨房，还有屋顶可以折腾，还有一片小菜地。这价格就连我的这些亲戚都感到惊奇。你问我什么感受？我倒是想问那些去鹤岗躺平的人，看到这个价格是什么心情？成都的生活啊，每天都在聊天吃饭，然后他们有人在这租了个房子，你看，一共3层，3层才2000块钱一年，你敢信吗？这村里啊。离成都也不是特别近吧，反正开车得1个小时过来。这就可以打麻将，你看，然后好，你看看这1楼有多大？哎呀，喝茶是吧？喝茶打麻将，喝茶打麻将。然后这楼上也是他们的，一个小院，就是看着普通一点。但是便宜啊，你架不住它便宜啊。这是后面的菜地，这菜够，这一个人是绝对吃不完的啊，这一家人都不一定吃得完。只要有太阳，哪里都是喝茶的好地方。今天太阳非常好，所以第一件事就先到路边摆起了龙门阵。我知道各个地方对美食都有自己的见解，
也许有的爱吃甜的，爱吃咸的，也有爱吃麻的，爱吃辣的，还有爱吃海鲜的。但是和成都人对吃的那种执着比起来，可能都不值一提。我倒不是说只有四川菜好吃，但他们真的能在饭桌上一直讨论这个菜好不好，怎么做好吃，巴不巴适。最后话题会延伸到哪里有好吃的，哪里好耍，反正就是一直在聊吃的玩的。反正这样的生活，就我目力所及，只有成都人是这样。挺满的车。我在这里的江边溜达了一下，钓鱼的人在江边聚满了。这条江并不大，也算不得秀丽，但足以让我放慢脚步在这里走一下。新津这个地方真的是，哈，这还有条河，你看。大冬天还有人捞鱼，你是捞鱼吗？对面的。哎呦，真不错这。沿江的马路修得非常平整，成都的郊区生活惬意的让人意外。但我想，成都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气了吧？你们看，即使这是晴天，整个四川平原几乎都是这种灰蒙蒙的感觉。这可能是大家唯一抱怨成都的地方。然后他们说，这附近还有一个斑竹林公园，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开车来转转。正好要找一厕所。这还有一个斑竹林，让我过来玩，正好找厕所就过来了。这就是一个田园的感觉。就是成都啊，你待久了可能会慌，你知道吗？就他们真的是毫无这个紧张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地方的人他啊，我得未雨绸缪啊，我得这样那的。然后你看我的这些亲戚们就一直在玩，我去，这个真好看。这比我去京都的那个竹林好啊！你看这么粗的竹子，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喜欢逛公园的，可能和年纪有关吧。20几岁的时候对公园几乎毫无兴趣，现在即便在这么个郊区完全不知名的公园，我也一个人能逛得兴致勃勃。无论如何，我想我可能来对了，这么粗的竹子我还真的没有见过。真粗。你看有些地方呢，咱们再聊回来，就是有些地方的人啊，就特别着急，然后也不是着急吧，就是他一直在着急挣钱啊。你看我觉得我这些亲戚啊，真的很神奇，或者是成都人都是，就是我现在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就休息嘛，从来没有慌过，你知道吗？从来没有慌过。然后他们就说我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挺像，就有什么可慌的嘛？经济危机你就在家喝茶打麻将，对吧？你就休息就好了。哎呀，这个地方真挺好的。啊，这个竹林还是清朝建的，乾隆时候。但仔细想了想，我好像还真没逛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竹林公园吧。这里还有一个台湾街，可以逛街、喝茶、晒太阳。这个公园全是惊喜。这是成都，只要晒太阳就得有茶馆，你看，必须有茶馆。好，给小冰弄这个。好，哦，这真不错。
即使下雨，这里应该是个很有味道的地方，对吧？我在公园溜达了一下午，他们打了一下午麻将，完全忘了我的存在。直到我这次来，我才发现打麻将的好处，就是我成都的这个小姑已经快80岁的人了，脑子一点不清晰的感觉都没有。对比我见过的不打麻将、不社交的老人，真的是天壤之别。可能打麻将在我看来，唯一不好的就是老坐着对脊椎不好吧。反正我想我老了，即便不打麻将，怎么也要有一群老朋友天天在一起玩吧。这看着像个动物园，然后坐在里面喝茶。哎呀，只能羡慕这种节奏。又喝，这个是才真正是这个锅肉串，这个叫资格油啊。唯一的是这两个搞忘了，没得甜。我成都的朋友和我说，成都有一种别的大城市没有的市井气。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是市井气呢？我还真的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词放在过去，可能更多是脏乱差的另一种含蓄的表达。但现在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人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城市有市井气，那真的是难得的一种褒奖。你住了几十年的老街道，有一个已经开了好多年的小面馆，这里有你熟悉的味道和你每天都要见面打招呼的店老板。重要的是，这家面馆对于你来说，它不只是一家面馆，可能是你在这条街上的一份回忆。那我觉得这里就有了一点市井气。我想很多城市都没有了这种市井气，而成都就是其实你不需要住很多年，只要稍加停留，这种市井气可能就会让你留恋。就好像我每次回来都要到这个咖啡馆坐坐，我和这个老板认识的也不是很久，我来的次数甚至屈指可数，但非常奇怪，我们貌似已经成了那种好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想大概就是这种市井气让我对成都产生了一种无需取舍的依恋。有可能很多来成都的人也没发现成都的这个特点，而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来了1周了，好容易出一天太阳，彻底的太阳啊！这个你想享受在北京的阳光，可是不容易，在成都，而且成都人一晒太阳就出门了，不晒太阳就在屋子里窝着。成都人一到冬天，这个出太阳简直必须坐到外面。成都冬天也远没有我想象的冷，而且我以为这里会一直阴冷下雨，但其实也会有不少晴天，特别是今年。所以如果你冬天来成都的时候，就会发现太阳的作用要远远大过于其他的城市。光合作用不只针对植物，还有人。只要是晴天，人们都出来了，一个座椅，一块空地，就是广场，就是公园。成都的市井气，或者说四川的市井气，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光合作用下生长了100年，才成为了它现在的模样。你们看这底下人，坐满了，我去，都不上班啊！哎呀，反正有座位全给坐上了。哎，在这找老法师，快！我和朋友约在了这个新盖的天府艺术公园聊天，看到这个画面，我还和他确认了一下今天是不是周6日或者什么节日。他和我说，只要有太阳，成都人即使上班都会跑出来晒太阳。反正要不是亲眼看了一下，我是不相信的。要换做过去的我，可能对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能理解。不过现在的我已经释怀了。10年前，我曾从北京到成都带过一个开发团队，那时候我是产品的负责人。北京的工作习惯基本上都是每天需要把工作的一个阶段完成才会下班。当然那个时候非特殊情况也不至于搞到晚上10点以后，但基本上晚上7点到8点也是常有的。
我成都这边的团队呢，那真的是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必须来一局王者荣耀，结束后还要饱饱的睡上一觉。2点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开工的。到了晚上5点59，人都还在，然后6点01分呢，那就不可能有一个人在工位上了。因为我是项目负责人，真的是妥妥的让我血压升高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的态度就是，谁在加班，谁就是孙子。而且此时此刻的我，真心觉得中国人真的太累了。如果连6点下班这样一个做人的底线都保证不了，忙碌的意义又有何在呢？是吧？这完全当壁纸用了。又是一个太阳天，特别舒服，我就跑到人民公园来喝茶。这大概是我第2次喝茶听戏，上一次还是在苏州听评弹，但那次是我专门买票去听的，大多数都是游客。成都的这个茶馆就非常的不一样，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在暖暖的太阳里等待时间顺着茶杯里的热气溜走，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这就是成都人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可能对于有些地方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奢侈。你们知道，这时候我又开始思考了，我怎么没在北京听过京戏呢？一次都没有。别说京戏了，可能茶馆这种大众娱乐场所在北京早就消失了，大概我就只能花钱去听德云社吧。但是听德云社并不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吧？而这种川剧的确成为了成都平时喝茶的时候就能欣赏的一项活动。我不是要评价谁好谁坏，而是我觉得京剧早年也就是普通人的娱乐活动，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藏在高堂之内的艺术了呢？这大概又要回到我刚才的话题，这种喝茶看戏的感觉，我想了半天也只有成都才有，这可能就是我刚才聊到的市井生活了吧。你们说他跳得有多好，这方面我真的不专业，但是这样的文化能保留下来，让普通人都能够享受得到，这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地方。这时候他们跑下台来和观众互动，没想到这时他跑过来和我拍了一下手，然后拿起我的手摸了一下他的脸，吓了我一跳。这也是互动内容吗？有谁能告诉我？厉害厉害，没拍着我操！这次我又去了一趟川西，主要想感受一下冬天无人的川西风景到底如何。再来川西少了很多惊喜，风景也略显萧瑟。本来以为四姑娘山不会有什么人来看，你们看，完全没想到冬天也会有这么多人。我陪着朋友又去了趟莲宝叶泽，空荡荡的景区的确让这里的风景肃杀了很多。我上次是夏天来的，这里的颜色让人觉得生机勃勃，但冬天的寒气和被冰封的湖面让这里的风景看上去更加凛冽。到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去了一趟我居然从来也没有去过的九寨沟。过去呢，我可能对中国的风景有什么误解，就是别人推荐的地方我都有点不以为然。九寨沟常被人说是中国旅游景点的天花板，我想大概和那些个知名的景区没什么差别，风景好看是好看，但该收费的可能一个也不会少，该看的人也一个不会少。总之，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来的原因吧。但是这一次，淡季的九寨沟门票只要160块钱，貌似非常良心。要是我不去呢，就对不住这份良心。其实无论你说其他季节九寨沟有多美，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景区一定要人少，不然再美的景色可能都会变味儿。1月份的九寨确实让人很惬意，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那种可以独享的景色。你看这棵水里的树，藏在熊猫海的一个角落，旁边完全没有人来，这画面漂亮的让我一时激动，趴在这里看了半天。以前看别人拍的视频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当我站在这一片碧蓝前面，我想了想，的确没去过这样的风景。你们看我这个哥们儿看到了这片景色都不想走了，就坐在这里开始打坐感悟人生了。在我去过了这么多国家公园里，九寨沟的确是国内的顶流，一点也不亚于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可能更好。其实应该有很多人都去过吧，但我想表达的就非常简单，九寨沟是我国内唯一一个觉得票价良心的景点，就这一点，如果你没来过，就赶紧过来吧。对于成都，我其实是有些害怕的，就好像你遇到一个深爱的姑娘，代价就是要让你去放弃那个繁华的大千世界，少不入蜀，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我怕的是入了就走不了了，但还有比这里更让人着迷的地方吗？我走了这么久也没找到，反正大概率生命就是要在这里停留了，先停下再说吧。